冬季盆景开始休眠，对大多数病虫害也一样，也开始进入休眠。在这个时候是清除病虫害的最好时机。要结合防冻，对盆景养护场地进行一次清源，对盆景摆放场地喷洒药物，可以比较好的清除虫卵和病菌。除了清源，对大多数家庭养盆景，最主要的操作是对盆景进行药物涂刷。像红枫的黑杆病、常见的介壳虫等病虫害，一般会寄生在树干皮层破损或者是枯干部分。这是石榴合剂，剂型是结晶体。在盆景养护管理中，石榴合剂几乎是万能药。石榴合剂是石灰硫磺无机硫制剂的一个品种，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农药。这种合剂呈碱性，用于杀虫、杀螨及除菌。呈碱性的药物在使用中尽量的不要流入到盆土中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在使用前，先把结晶合剂放在玻璃瓶中，加入30度的水，溶解后就成了高浓度的石榴合剂溶液，也被称为抹液。按说明兑水的比例是5%，一般兑水稀释成淡黄色就可以。石榴合剂有一定的腐蚀作用，其他的器物不要用。溶解成抹液，把它盛放好，使用时比较方便。红枫最容易得黑杆病，而且一旦得病很难救治。防止黑杆产生，最有效的办法是提前预防。黑杆多发生在早春放盆和5至7月份高温高湿的天气。盆景在采光和通风不好的情况下，容易诱发半子菌而黑杆。在每年的早春和冬季，对树干刷2遍石榴合剂，可以基本阻止黑杆的发生。除了刷石榴合剂，还得加强对红枫的日常养护管理。要把盆景放在光照和通风好的地方养，适当的补充肥水，增强红枫的抗性。尤其是对刚买来的红枫，要进行放盆，原土不要留，半子菌都由这些土带入。罗汉松易遭受介壳虫的侵害，高发期在7至9月份，多发生在罗汉松的叶和嫩枝上。介壳虫发生之后，即使可以用其他的药物清除，但对树已经造成伤害。尤其是像罗汉松这种不落叶的树种，失掉了叶就影响了它的观赏性。因此，对像罗汉松这种不落叶的树种，比方松树、杜鹃类，对介壳虫要及时铲除。在冬季，虫卵多寄生在干体上，像这种枯干部分是它最好的藏身之地。在这个时候刷几遍石榴合剂，可以杀死大部分虫卵，减轻生长季介壳虫对树的侵害。介壳虫极具传染性，可随风传播。除了罗汉松，对其他盆景也要刷几遍石榴合剂。不仅是介壳虫，大部分寄生虫卵在碱性的药物作用下，基本可以得到铲除。石榴合剂除了杀虫，在灭菌上也很高效。像三角枫的枯干病，刷几遍就可以基本阻止，避免了蔓延。对石榴合剂，估计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做舍利干专用的。其实做舍利干刷石榴合剂的真正目的是灭菌，防止舍利干的腐烂。形成白色的是苍龙石灰，主要是点缀舍利干，但它的药性没有这种结晶体强。像这些枯干盆景，干已基本形成，每年要刷3至5次的石榴合剂，每次刷2遍，这些枯干部分就会变硬，阻止病菌的产生，盆景的造型才会长期保留下去。黄芦是近2年的新宠，主要是喜欢它弯曲变化的枯干。黄芦之所以形成这种奇特的状形，主要是它容易腐烂，不会像白树，它的生长时间并不长，烂得快才会形成这样。在自然环境生长中，黄芦的这种桩形是保持不了多久的。买回来的树桩养护后，每年都要对它刷石榴合剂。这一盆养了近10年时间，每年都刷几遍石榴合剂，勤动手才年年看到它的风景。我是三军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评论区见。